这个男人有多惨？明明出生在大帝世家，本应衣食无忧，躺平到巅峰，却被狠心父母穷养。而为了让你不像两个哥哥一样废物，他们撇弃了家族背景，封地为界，建立了青山村。但这里的村民无一不是绝世强者扮演。身材佝偻的父亲是准地巅峰苏家家主，体弱多病的母亲是大圣修为剑阁嫡女。他们装作山里的村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这一装就是18年，而你却一无所知。直到2天前籍贯后，苏南才花了极大的代价，请来了一位启蒙先生。长青，别急着走，这是2个野鸡蛋，拿着路上吃。爹，娘身体不好，还是给娘吃吧，我不饿。傻小子，娘吃过了，你拿着路上吃，饿着肚子怎么读书啊？爹娘，放心吧，我一定好好读书。说完，拿起鸡蛋，飞快地向山脚下跑去。2人看着他远去，直到看不到身影后，才各自松了口气。看不到了吧？都出村了，应该看不到了。哎，装得累死我了。随着一阵光华闪过，刚刚还身体不好、一直咳嗽的妇人，脸色变得红润，一股贵不可言的气质自骨子里浮现，整个人显得端庄典雅。堂堂大帝世家家主，居然在这冒充老头子，让人知道怕是要笑话死了。哼，你以为我想呢？难道你想让长青像他大哥二哥似的？一个狂的没边，一个傲的不行，日后哪个是当家主的料子？这次我让长青从底层开始锻炼，撇弃家族背景，历经磨难，坚决不能让其成为纨绔子弟。今天少主怎么起这么早？难道家主有新的安排？你居然不知道，家主昨天从中州请来了一位先生，来当少主的启蒙老师。啊，什么人物还需要咱们家主去请？这面子也忒大了。呵呵，中州圣学院的大先生，如仙李清晨，够不够格？够了够了，文道魁首来当启蒙老师，家主这手笔太大了。只是启蒙老师就请来了如仙，少主要是开始修炼了，家主得请什么人来？爹，我也想读书。读个屁读！你当你老子也是准地呢？切，不读就不读，我让少主教我。来到这地方18年了，却连是哪个朝代都不知道。不过眼下机会来了，只因前2天村里来了个落榜的老秀才，他爹苦求了许久，又散尽家财，为他求来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一世的家庭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爹娘却是极好的。他们文化不高，懂得道理也很少，甚至身子骨也不结实，但对自己的教育却很重视。为了自己也好，不辜负爹娘的付出和期望也罢，这次拜师一定要成功。小子苏长青前来求学，为了培养儿子，居然甘愿封地为界18年，这苏家家主倒是个妙人。他本是不想来的，但没办法，苏家主给的实在太多了。小子苏长青前来求学，进来吧。见过先生。李清晨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少年，相比苏家那2位少主，这位倒是看起来靠谱许多。我虽然收了你父亲的东西，但并未答应教不教你，只是给你一个机会罢了。能否彻底留下来，还要看你自己。若是不能通过我的考验，那便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劳烦先生了，我一定尽力。果然，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也不知道是什么考验。要是考这个世界的知识，那可完蛋了，我上哪儿学过？李清晨沉吟了片刻，拿起笔在纸上随手一画，随着隐晦的光芒闪过，那素纸上一个苍劲的一字浮现，而后又转瞬消失。这字虽然简单，但一般人却见不得。当书法走到极致后，除非学问极为深厚之人，或者悟性极强之人，才能窥探。当初他那文圣之体的3弟子，都耗时3个时辰才解开，用此来考验苏长青，绰绰有余了。等你看明白了，就能留下；要是看不懂，那就回去吧。看明白。接过纸，其上一个大大的一字清晰可见。这让我看什么？看你的一写的直。拿着纸翻过来调过去的看，可不管怎么看，就只有那中心的一个一字。可恶，就算没上过学，但一字也不可能不认识。这老秀才肯定是暗指其他。时间缓缓流过，苏长青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地看着，眼中都出现血丝了。但不管怎么看，那都是个该死的一字。没有修行，也不曾读书，这要能看出来才是怪事。不过性子倒也坚韧，都1个时辰，还能盯着空无一物的纸不断观察。当又1个时辰过去，苏长青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他放弃了。
他是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依又暗指什么。没办法了，只能胡诌了。先生，看明白了，想好了再说，不懂便是不懂。若是胡言乱语，再进这门可就难了。他以道文考教，并没有指望苏长青能答出来，只要足够诚实，那这一关便算过了。学生倒是浅显的明白了几分，只是不知道对不对。既然明白了，那你就说说看。说完，便看都没再看苏长青一眼，而在他心里已经打上了0分。先生的字苍劲有力，刚健雄浑，虽然简单，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势。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看的字体。我明白，先生赐下的这题看似简单，但肯定蕴含深意。李清晨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对苏长青的好印象已经彻底消磨光了。这个一字虽然简单，但大道至简。你说这是个什么字？先生，这难道不是个一字吗？他居然真的认出来了。到现在不过区2个时辰，比当初文圣之体的老三还要快上许多。这他想不通，18年未曾学习过的苏长青如何这么快看透。要知道，这世间能写到文的不多，但能以凡俗之眼看懂道文的更是少之又少。长青，你是如何看懂这字的？这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么大的字，只要不瞎都能看明白吧？你是说你第一眼就能看明白这字？一直风轻云淡的李清晨，此时再也淡定不了了，第一时间取来的好笔，比走游龙般在纸上写下一个苍劲飘逸的字体。这是什么字？苏长青，我的名字。李清晨心神大震，面露惊骇，同时那属于如仙短暂易散的恐怖气息滔天而起。如仙就是如仙，这教书的阵仗不同凡响啊！哈哈哈。男人本是大地之子，却被父母穷养了18年，也不知道一直生活的小乡村其实都是绝世强者扮演。身材佝偻的父亲是准地巅峰苏家家主，体弱多病的母亲是大圣修为剑阁嫡女，就连教我读书的启蒙老师更是当代如仙，甚至为了磨练我的心性，设置了层层关卡。可是都不知我悟性逆天，仅仅2个时辰就通过了道文考验，就连一向沉稳的如仙也坐不住了。我文坛纵横一生，见过的天才数不胜数，但如今这种状况还是头一次见到。明明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何多等了2个时辰？先生这简单的字却蕴含深意，弟子也是才想明白。本意是认出字来便算过关，可人家一眼便看出来了，却不好张口。毕竟谁家先生考量会是个简单的一字？不妨说说看，你都看出了什么深意？大道至简，演化至繁，一虽然简单，却可看作万物之始。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穷尽也。先生初次见面赐下一字，想来是要告诉学生，万里道途始于足下，自一开始。此时李清晨已经听不清苏长青接下来的话了，短短几个字，却如洪中响彻心湖，掀起滔天骇浪。每一个字都蕴含至深之理，玄奥之道，简单几字却涵盖大千。如仙大人，文帝雕塑霞光万丈，速回。师父，有大才将士，文帝赐言，大道至理。中州圣学院，作为文帝创建的学院，这里乃是天下文人无不所向往之地。为了不埋没寒门学子的文采，文帝树立雕塑，凡有可震世的至理名言出世，便会绽放如道霞光，为学子指路，昭告天下。可此时万丈的霞光照亮了整个城市，宏大的浩然正气布满整片天空。大道至理4个熠熠生辉的道文浮现苍穹，久久不曾散去。文帝显圣，文帝显圣啊！万丈霞光普照，老天这是出了何等大才！大道至理，居然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这究竟是写出了何等惊世骇俗的文章？圣学院的大儒们都急了，他们很想看看到底是何等言辞才配得上文帝这样的评价。中州沸腾，可殊不知另一地也是如此。东域道家圣地玄清宗，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这一代我道教能否大兴，应该就落在此人身上。听闻此言，宗主已然起身，他指尖印学不断，快得几乎都出现了残影。推算不出，被介于遮掩。在南域，他目中露出激动之色，正准备推算的再仔细点，可面色倏然大变。2道冷哼如神灵怒吼般在他识海炸响。
其实，在苏长卿开口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明白中州会降下神意，但没想到文帝雕塑居然涌现万丈霞光，还有文帝亲自赐言。长卿，这本列国志典你先看着，在这等我回来。李清晨因为苏长卿的关系没有直接动手，但另一位可不会客气。堂堂准帝巅峰的苏南，不惜化作18年农夫用来教育儿子的地方，怎么可能让其他人发现？他不知道道教的人探寻此地做什么，也不关心道教的目的。他只知道，谁敢这时候把爪子伸过来，那就剁掉他。行了，都散了吧。李先生找我。李先生，瞧我这记性，这是文帝随笔，请先生收好。先生放心，我苏南说话算话，2年，只需要2年时间，不管长卿能学多少，先生尽管离开。儒道大帝的亲笔，没有哪个读书人能抗拒得了。这也是为何他堂堂儒仙甘愿来此做一名少年的启蒙老师。苏家主，我这次是有其他事情，我打算收长卿为弟子，不知苏家主意下如何？收徒。果然，文帝随笔一出，连儒仙也不能免俗。感情好，多谢李先生抬举。这可不是抬举，长卿的天资是我平生仅见，做他的老师，我也与有荣焉。苏南听着，嘴角都快咧到天上去了。瞧瞧，要不人家是读书人呢，这话说的人心里舒服。长卿的悟性很强，说一句天生的大儒都毫不为过。他的未来的成就不敢想象，而且长卿他刚刚……苏南越听越不对劲，急忙打断：“哎呀，我懂先生收徒的意思，但先生可别太纵容夸奖他，太过自满一骄纵，这人就废了，我这18年的心血也就泡汤了。还望先生务必严苛一些，让他多受点打击，这样才能保持一颗敬畏的心。”苏南就是怕这个，怕别人因为他的身份，在教儿子的时候不敢放开手脚。当初他家的老大老二不就是这样，才一个狂一个傲吗？哦，苏家主大才。不夸我儿子了，该夸我了。这文帝随笔的威力也太大了。李先生不必如此，教书正常教就可以，但是平常要多敲打一些，不要让长卿养成过于自大的性格就好。我明白苏家主的意思了，放心。此时的苏长卿已经彻底沉浸在了书中，还特别激动。哇，苍灵大陆，五域十国，这个世界居然有仙人存在。在书中得知，这个世界很大，非常大。五域十国中，宗门众多，世家无数，修行的道路也是繁杂多变，武道、儒道、佛教、道教、魔修、剑修等等，甚至还有妖庭。即便只是书面简单记载，但是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当一名修士。想当修士，那就要好好读书。先生，读书也能成为修士吗？当然，读书也可读出浩然正气，一言可令天地色变，万灵俯首。你可愿入我门下？苏长卿也不傻，看到这阵仗，当即跪倒在地，捧起书桌上的茶，双手举过头顶，请师傅用茶。哈哈哈，好，长卿，你既已籍贯，可曾取了表字？我双亲都是山野之人，学问不高，还不曾取字。好一个山野之人！以后你名长卿，字至于。多谢老师赐字。在李清晨赐字的瞬间，远在万里之尧圣学院中，一名正在看书的年轻人面色一动。这是师傅收了一位小师弟。不过小师弟怕是有麻烦了。他刚想到这，圣学院外便传来喧哗之声。这个男人有多惨？明明出生在大帝世家，本应衣食无忧，躺平到巅峰，却被狠心父母穷养，而为了让你不像2个哥哥一样废物，他们撇弃了家族背景，封地为界，建立了青山村。但这里的村民无一不是绝世强者扮演，身材佝偻的父亲是准帝巅峰苏家家主，体弱多病的母亲是大圣修为剑阁嫡女。他们装作山里的村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这一装就是18年，而你却一无所知。直到这天，刚拜完师，麻烦就找上门来。白鹿学院魏苍，携弟子拜访如仙。魏师伯，家师不在，有事还请礼堂落座。哼，坐便不用了，让李清晨出来，我来讨个说法。魏苍面色难看，丝毫没有给面子。他刚给弟子赐了字，结果李清晨隔天也赐字，还强压了他一头，这让他如何不怒？师伯，这事儿应该是巧合。
他收徒便收徒，我还没那闲工夫找他的麻烦。结果我刚给弟子赐名灵司，那转头来个智语，这不是针对我，是做什么？是看我老头子老了，好欺负了不成？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火爆脾气。其实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大仇，无非就是什么都比他强，现在只不过是要争一口气罢了。此次是我知过，师兄什么章程，师弟都认了。你认便好，刚好我也新收了一个弟子，学识还算看得过去，那就让他们比试比试。当然，我收徒比你早1年，你可以教导一段时日后，咱们再比试，一定要比，一定要比。那好，2年后你再来寻我。师傅，弟子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怎么，这列国志典还未看完，就想着看其他书了？虽然只是一本简单野史，但却可以让你了解完整的世界，这对你日后……师傅，这书我刚看完了。李清晨闻言一愣，普通人要想看完这本书，最少也要3天以上，可苏长青呢，1刻钟都不到就看完了。你都记住了？记住了呀，这书不是很简单吗？其实苏长青也发现了自己这辈子的脑子很聪明，这书中不管多复杂的语句，他都能瞬间明白，而且过目不忘。那你说说，第47页12行讲的什么？我粉丝堪比彦祖。第53页7行，顺风顺水顺财神。第86页3行，提前祝我粉丝新年快乐，1日进万金。师兄啊师兄，你好不容易收了个弟子，非要和我比试个什么劲儿？这根本不需要2年，我估计就没什么能教他的了。师傅，弟子读得如何？他自己其实还是很满意的，这读书的速度放在上辈子，那简直就是神仙。还算尚可吧，比普通人略强一些，但和一些天才却相差甚远。啊，我这么差劲吗？当然，你以为自己读书快很厉害吗？这世间天骄无数，有人从未看过书，却明悟天地之理，一日成圣。还有孩童刚刚降世，便天降祥瑞，闻道赐福。你即便读书快一些，也算不得什么天赋。把万古第一奇才说得如此不堪大用，我也是世上独一份了吧？师父责备的是，弟子日后一定注意。想想也对，这个世界连翻身倒海的仙人都有，我这读书快点又算什么呢？你也不用妄自菲薄，你的悟性还不错，只要努力一些，日后定能有一番成就。放心吧，师父，我不会被打击到的。虽然我不是天才，家境也不好，但我会努力改变这一切的。第1天就到这吧，这些书拿去看。长青，怎么样，拜师成功了吗？虽然我的资质不是那么好，但好歹拜师成功了。平常二牛哥对你咋样？那当然是极好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我最近相中了一家姑娘，但人家看不上我这大老粗，只喜欢有学问的人。你看看能不能教我2招？我也想在心上人面前小装一下。这忙我当然要帮了，可这先生传授的学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往外传。不用不用，我这人脑子笨，你教我也学不会，我只要1、2篇能过耳的诗文就行。说起来咱也能作诗了不是？只是诗文，那好办，交给我就行了。你知道吗，二牛哥，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仙人能日行千里，徒手开山，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你说的那些仙人，要到这青山村来都得吓死。我也想尝试一下那御剑飞行、闯荡江湖的感觉。等书读够了，我一定要外出闯荡一番，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长青，你帮了我一个忙，我也送你件礼物如何？行啊，是弹弓还是木剑？一本剑术秘籍。哎呀，只是残缺的秘籍，只有招式没有心法，也就能练着玩玩。少主也快要接触修行了，提前熟悉一下应该问题不大。二牛哥，你是怎么找到这东西的？我前不久上山打猎，从一个山洞无意间找到的。长青，这东西修炼不成的，拿来玩玩就好，可千万别为此耽误了学习。还有，千万别跟其他人说，这东西是我给你的。放心，二牛哥，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先走了，等你确定好要什么样的诗文，再来找我。
你明明悟性逆天，却还是师傅口中的废材小垃圾。只因父母为了磨练你的心性，重金猛通如仙，让他昧着良心也要说你资质一般。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从未修炼的你，不仅能一眼看懂道文，还对武道也有着极高的天赋。惊涛剑法，好名字哦！这剑法虽然没有匹配的心法，但招式刻画的却十分完整。一共720招，招式之间还有诸多变化，有点复杂啊。一般人要是修炼，没有老师讲解，同时也没有配套的呼吸心法，那就算拿到也没任何用处。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看得如痴如醉，兴起之处更是双指并剑自虚空划着。此时在他的眼中，那秘籍中本是死物的招式图案，就像是活过来了一般。当一个时辰过去，他从地上随意捡了一根木棍，回忆脑海中的剑法，笨拙地模仿起来。第一遍，他的招式很青涩，却依旧完整地临摹了下来。第二遍，他眼中闪过明悟，招式衔接间变得十分自然，即便是木棍也耍得虎虎生风。当第三遍时，苏长青闭上双眼，身上气势倏然一变，木棍随风而动，竟响起如水流般的声响。他的剑法越舞越快，那水流的声音开始变得急促，如小溪汇入大海。这秘籍居然是真的，不过2、3遍就练会了，应该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毕竟我的悟性也就比别人强那么一点。不过总的来说，苏长青还是很满意的，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修行类的东西。突然间，密林深处响起的野兽嚎叫，他神色一惊，不由想起前不久村里的夫妻书就是让大虫叼走了，急忙向着村里跑。家主，苏家出了点事儿，我做不了主啊。什么事儿这么急？不能明早说。最近咱们南域的太虚禁渊不是开了吗？其他几域都来了不少人，可不知怎么的，二少主和万华寺的那帮和尚对上了，少主吃了点小亏。他娘的，那帮秃驴敢伤老二，活腻了他们！叫人，明天我亲自去趟万华寺，看看他们哪来的狗胆，敢在南域动我苏家的人。看到自己还没说什么就动了杀意的家主，苏文林也是有些无语。都说苏家大少主傲，二少主狂，那还不是跟您学的吗？这还没怎么着呢，都想着杀到万华寺了。家主别急，二少主没吃什么大亏，只是受了点轻伤。后来二少主拉走了苏家1/3的人，把万华寺的和尚都宰了个干净。我居然担心这臭小子吃亏。不过现在关键是大少主知道这事儿了，又拉走了苏家1/3的人，把整个太虚禁渊都给围了。大少主原话：一群给脸不要脸的东西，让你们免费来南域，不知感恩戴德就罢了，还敢伤人。既然不想安生，那就谁都别安生了。今日苏家接管禁渊，门票是万华寺和尚的人头。老二虽然狂，但做事还有些余地，但老大做事不做便不做，做便做绝。这是一点没给万华寺活路走啊。同时他也明白了苏文林来的意思，是苏家现在人手不太够，要带些人回去。老大既然都放出话去了，那也没必要驳了他的面子。长青再有2年也该离开这儿了，你留在这也没太大意义。这几天你在村里挑几个人手，直接回苏家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往苏家有什么需要人手的地方，这青山村就会丢几个人，可这次丢的人有点多。家主，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这次我得带走10几个，村里总共才10几户，60、70人，要是一下走这么多，会不会太显眼了？这倒真是个问题，得找个合适的理由才行。要不趁少主去读书了，回来就说大虫进村了，咬死了10几个。你傻还是我傻？什么大虫能抗住一村人揍？那要不就说感染了风寒去世了。你家风寒有那么大劲儿，能让10几个大汉扛不住，还风寒？有了。什么办法？风寒当然死不了人，可要是风寒再重一点的，比如瘟疫。今天学的怎么样，儿子？先生没为难你吧？没有，卢老师还是很好说话的。先生就没说别的，咱们这大山里的孩子去求学，就没点瞧不起什么的。叶叔暗中狠狠白了苏南一眼，这爹当到苏南这份上也是没谁了，生怕自己孩子优秀似的。不过想想自己家老大老二，叶叔也就释怀了。倒是没瞧不起什么的，老实说，我的天资不算太好，
也就比普通人强上那么一点。要是不多加努力，日后怕是很难会有什么成就。苏南闻言顿时松了口气，不愧是如仙，靠谱。爹娘别担心，虽然我资质是差了些，但先生说了，只要用心努力，以后必有一番成就。好，有这个觉悟就很好。放心，你还有你爹呢。夜幕降临，破旧的房屋内不时响起阵阵欢快的笑声。可谁都没想到，这天夜里，全村人都收到了震惊的消息。明明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山村，却能让路过的仙人吓个半死。只因这里的村民都是绝世强者。可奇怪的是，百毒不侵的他们，竟然一夜之间都染上风寒，还是治不好的那种。长青，去读书啊！文林叔这是怎么了？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哎，没事，昨日受了些风寒，过些天就好了。赶紧去上学吧，读书重要，别误了时辰。那文林叔记得多休息，我先走了。听到只是简单风寒，苏长青松了口气，便继续向前走去。可令他奇怪的是，村里一路上碰到了不少人，都多多少少带点咳嗽。深秋天寒，要让爹娘多注意一些了。也不知道卢老师有没有制作药食的方子。师傅，你接下来的时间还是看书。世间万法，读书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难的。当你看得多了，懂得多了，那自然便能明白这天地间的道与理。切记不可贪多贪快，要真正明悟其中的道理，一本书才算看完。哦，明白了，师傅，我会认真看完每一本书的。说完，苏长青随便抽出一本书，低头看了起来。和昨日一样，他翻书的速度十分的快，一晃几个时辰就过去了，外面的日光也变得金黄。李清晨也放下了文帝随笔，可当他看向苏长青时，不禁愣了一下。这都是一天看完的，那些书可是圣学院内的儒道珍藏，即便是大儒来了，一天也不过看个1、2本，他竟然看了上百本。长青。此时苏长青胸膛中心那里有一缕极为细小却十分精纯的气体。他18岁之前一本书都没看过，如今不过仅一天，居然读出了浩然正气。他见到过很多的天之骄子，可没有一个能和苏长青相提并论的。苏长青的这种悟性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难怪苏家主要极力压制这种天资悟性，若是不进行压制，怕是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踏足巅峰，到时没有和力量匹配的心性，这人怕是要毁了。李清晨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动，而后2指暗中轻举，熄灭了苏长青胸中的浩然正气。啊，已经申时了吗？抱歉老师，是学生读得太入神了，一时忘记了时间。读书刻苦是好事，但也要劳逸结合。今日读得尚可，但不可松懈。你的底蕴太差，这些不过基础书籍，要早些读完。是学生过于愚笨了，老师放心，明天我一定能看完这些书。去吧，明天再来。苏长青刚要走，却想起今天早上碰到的文林叔等人。师傅，你有没有能炼制药食的书？这些日子村里不少人都受了风寒，我想试着学，帮村里人熬点驱寒药。李清晨听完都愣了，他指着青山村的方向，有些不确定的道：你说的村里人是青山村，他们受了风寒？他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毕竟那青山村的人不是大成王者，就是圣境。至于风寒的书我没有，不过他应该会对你有些帮助。记得，这东西得来不易，除了你不得传授他人分毫。此书出自传说中那唯一一个以医术正道的天医大帝，这说是一本医书，倒不如说是一本囊括大千修行难题的珍贵宝典。而之所以把它交给苏长青，则因为对方恐怖的悟性。他做不到医如双修，但苏长青可以，甚至很有可能让天医再现。师傅，这东西很贵重吗？不需要问太多，你只需记住，此物连你父亲都不得翻阅。去吧。能让老师如此看重，想来这天医奇卷不是俗物啊。不过他在离开书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研究医卷，而是找了个密林练习昨日的剑法。随着身影越来越快，手中的木棍崩裂开来，同时一枚虚幻如浪花似的印记自行落在了苏长青的天灵。他闭目感知了一番后，睁开了满是奇异的眼睛。本命秘籍，一门术法修炼到圆满后，天地认可降下的特殊印记，能让术法变得更强。本命秘技是很强，可终归残缺，还只是凡俗。不过这剑法本来就是拿来玩玩过瘾，由此收获也算意外之喜了。时辰不早了，该回去了。
爹，我走了。臭小子，你的惊涛剑凝结本命印记了没有？我告诉你，1个月内再突破不了第4境，我剥了你的皮。1个月凝结本命印记，开什么玩笑？那玩意有多难练，你不知道吗？又不给我找老师，就敢让我自己练，我能那么快突破就有鬼了。嗨，长青，怎么才回来啊？路上耽搁了一会儿，二牛哥在等我。等你好久了，你不会又去找地方练剑了吧？别练那玩意了，练不成的。你现在还是安心读书，要是让你爹发现了，咱俩都得挨揍。二牛哥，那秘籍是真的？我知道是真的，不过他不是残了吗？可是我练成了呀。什么？你练成了？全村100户人家竟然一夜之间病倒了99户。可奇怪的是，这些人每个都修为逆天，但是他们的修为无论多高，只要生病就必死无疑，哪怕是小小的风寒，也不能幸免遇难。哎，我家那口子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天天咳个不停，以往风寒也没这么重啊。谁说不是呢？我隔壁的苏老爸今天已经咳得下不了床了，听说村里好多人都病了呢。听着远远传来的声音，苏长青眉头渐渐皱起，他没想到这次风寒闹得这么严重。长青回来了。文林叔，你这早上还没这么严重，现在怎么就咳成这样了？没事，咱们山里人就是这样，别管多硬朗的身子骨，一场大病都得要了半条命去，能闯过去还好，闯不过去。苏长青回到了家，便一头钻进房间，拿出了那本天医奇卷。村里受风寒的越来越多，这也让他感到了几分急迫。渐渐的，苏长青彻底沉浸其中，大量的知识快速的涌进脑海，同时对于医和病有了极为特殊的理解，那是一条丝毫不逊色儒道的天医之路。不知不觉1夜过去了，苏长青仅仅看完了天医奇卷的1/5，不过这对他来说已经够了。风寒在书中记载不过小病罢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药材。不过这也不是难事，青山村周边都是大山，其内不缺少这些东西。长青打电话叫我来干嘛？陪我上山找药草。这2天村里不少人都受了风寒，咳个不停。这么下去我怕出事，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学了几个熬药的方子。长青，你换新手机了，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转转买的2手苹果13，才1900，比新机便宜1600多。是吗？我看最近好多人都在用转转。是啊，该省省该花花，没必要啥都买新的。转转上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比外面的2手要靠谱。而且上面不只有手机，平板也很便宜。春节还能正常发货，强烈推荐转转。我一会也去看看。这别说是手机上的方子，就算是医书上的也救不了那些人啊，那就根本不是病的事儿。今天叫你来，一来有个伴，二来就是教会你剑法。你教我剑法？一个凡俗说要教自己一个3境巅峰的剑修学剑法，这怎么听都有点荒唐。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一会儿我可得好好学。一路谈笑，两人很快来到青山脚下。苏长青手持柴刀前边开路，搜寻药草的时候，也在时刻警惕着林中会出现的野兽。就在这时，从林中传来了一声咆哮。只见一头径足有丈许的黑熊大步走出密林。这么大的熊，麻烦了，看来赌出全力了。此时苏长青面色严肃，一手并指点一芒心，轻喝一声印出。瞬间，一道似水流般的印记浮现，而后径直落入木剑当中。下一刻，那平平无奇的木剑竟然涌现淡淡青色光芒，剑身周边似有水流汇聚。卧槽！惊涛意境，大成剑法。少主18年来从不曾接触过剑道，更不曾修炼。2天时间，把一本残缺的剑招凝聚本命秘籍。老天，这是在开什么玩笑？怎么样？我告诉过你能练成的吧？长青，你以前练过这剑法？没有啊，不是你前2天给我的吗？这东西又不是很难，练啊练啊的就练会了。惊涛剑不是很难，这可是天阶秘技，我练了半年才到大成，就已经算是剑道奇才了。这便是家主不惜浪费18年光阴养出来的妖孽。想学吗？学，肯定想学。你先耍一遍，哪里不对，我再告诉你。时间一晃而过，二牛的剑法也被苏长青看出问题所在。你呀，就是操之过急，用力过猛了。哦，原来困住我的问题如此简单。行了，药材采的差不多了，你剑法也学会了，该回去熬药了。明明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山村，却能让路过的仙人吓个半死。
只因这里的村民都是绝世强者。可奇怪的是，百毒不侵的他们，竟然一夜之间都染上风寒，还是治不好的那种。二牛哥，文林叔他们服药了吗？效果怎么样？没有任何效果，病得更重了。我明明是按照医书上来的，怎么会没效果？难道是比例不对，还是药草年份不够？我去看看。长青来了。不对啊，气血充盈的吓人，脉搏强劲有力，这怎么看也不像是风寒的样子啊！苏文林听完，顿时心里一咯噔。糟了，少主啥时候学会号脉了？文林叔，你具体感觉哪里不舒服？我这……苏文林能答出个屁的不舒服，他根本就没病，这上哪说去？就感觉胸口剧痛，血气虚乱，体内经脉逆冲，浑身的不舒服。风寒你能治好，这修行上的救伤难题，总能难住你了吧？对上了，医书上有记载这个疾病。你们等我，我先去看看医书。医书连修行的救急也能治吗？这个屁！修行到我这等境界，身体已经和普通人是两个概念了。我这伤是当年落下的暗伤，连丹圣的丹药都治不好，更何况是医师了。等少主折腾一阵发现没效果，也就放弃了。我去和其他几个人商量一下，后天就走。另一边，苏长青在回到房间后，第一时间翻出了天医奇卷，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九玄天医针，上方苍穹之伤，下至大地荒芜。九玄针法，一玄一天地。九玄可让日月异行，天地倒转。这口气有点大了吧？本来找到治疗方法，苏长青还是很激动的，可看到后面的描述，顿时狐疑起来。早上的汤药也没用，口气又这么大，这医书不会是假的吧？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看着用心看书的苏长青，苏南满意的点了点头。相比不省心的老大老二，长青要懂事的多了，而这也证明他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该给长青准备一个宗门了。你打算让长青加入哪个宗门？南域新兰国的无极宗不错，宗主大圣修为，门下弟子个个出类拔萃。不过小凉山的凌霄仙宗传承更好，他们第二境修炼法可号称天下之最。想什么呢？我苏家辛辛苦苦培养的接班人，怎么能进别人的宗门？再说了，那些宗门里乌烟瘴气的，去了能学好？那你打算让他去哪个宗门修行？哪里都不去，我自己建一个。长青现在太弱了，还不是让他知道真相的时候。而咱们自己建造的宗门，可以如青山村一样，不让长青发现端倪。哼，你知不知道建立一个宗门需要多少人手？宗主、长老、执事，还有各种弟子，没有万数人根本下不来。咱们苏家就算再家大业大，也没那么多人有时间陪长青啊。叶叔感觉苏南简直是魔怔了，一连瞒了长青18年还不够，居然还要建宗门。没人招就是了。我要建一个南域最强的宗门，外门弟子按照顶尖门派的内门弟子招，内门弟子按照顶尖宗门的核心弟子选。至于核心弟子，就找那些天骄妖孽。我要把南域的天才一网打尽，供养长青磨练变强。看到疯狂的苏南，叶叔有点难以置信。你知道要吸引那些天才来需要多少资源吗？资源？老婆，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大事是要来了，可在大地没出现前，我苏南便是这南域的天。第二天一早，一夜未睡的苏长青早早走出了房门。九玄天医针很复杂，他一晚上的时间也不过简单学会了第一玄而已，应该足够治疗文林叔的伤势了。不过还要看看老师那有没有银针。而在他刚走不久，苏南便走出了房间。来见我。家主，此次你们回苏家有2件事要办。第一，看好老大老二，别让他们把事情做得太绝，留些余地。第二，去通知南域所有势力，1年之内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宗门，不管愿不愿意，都要分出一部分顶尖弟子，告诉他们那些弟子还是他们的人，我借用一段时间，同时也会好好培养。家主，这件事恐怕阻力很大呀。告诉他们这是通知，不是商量。谁家没来人，或者来的人滥竽充数，都给我记上，我会一一拜访。这件事的确的阻力很大，可当准地巅峰登门的那一刻，都会灰飞烟灭。在南域，苏南若下定决心做一件事，那便无人可阻。是，这次家主要随我们一起回去吗？我有别的事情要做。长青还差几个老师，我得一一去确定好。今天回来这么早啊？二牛哥，你心是真大呀！
文林叔都下不了床了，我看你怎么一点也不急啊？哎，不是我不急，是急也没办法。今天的病情更严重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晚。什么？男人为了给村里没病的人治病，整整偷看了2天医书。当所有人都不看好你时，病最重的文林叔却站了出来。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你不仅治好了对方的病，还随手间就解决了困扰他几10年的旧疾。文林叔，我看了你的伤势后，学了一套针法，又问老师求了一套银针，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治好你的病。嗨，什么把握不把握的，我都这样了，还能怕什么？尽管来，你文林叔挺得住。苏长青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即拿出了银针。只见他随手一抚，一根细不可见的银针果断精准地落在苏文林的胸膛。而在第一针落下后，他的速度更快，手掌都出现了残影。不过瞬息之间，苏文林的胸膛上已经落满了银针。长青，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一点力气都用不上？看吧，还得是我爹装的真像。其实一开始两人根本没有丝毫担心，只待苏长青施完针，看到无效自动放弃。可谁知当苏长青针施到一半的时候，苏文林体内气血竟然不受控制的流动起来。当银针全部落下，一股难言的剧痛遍全身，他下意识的就想要运功抵挡，可当他准备运功的时候，却惊恐的发现他的浑身气血竟然不受自己控制。文林叔放心，这是正常现象。这第一旋针法名为封天，可以锁住人体全部气息血脉，号称连天都能封住。不过这只是开始，接下来才是主要的。连天都能封住，这儒仙究竟都教了些什么东西？那长青针法可练熟了，可有把握？苏文林是真有点害怕了，因为这针法他根本不看修为力量，就好像定住了肉身最深处的本源根基，动弹不得半点。现在他只能希望苏长青有100%的把握。不是提前告诉文林叔了吗？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反正文林叔你都这样了，我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你挺着点，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痛。不是，你等会儿，你赶紧把你苏南大伯叫来，他不在，我有点怕。这装的有点过头了吧？就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家主过来？爹，放心吧，既然是先生教的针法，那肯定没有坏处。再说了，你现在都这样了，好坏还能怎么样？让长青大胆试试吧。长青，拜托了。不是，等等，小王八蛋，你想害死我？赶紧去找你苏大伯，我怕顶不住这针法。身为一尊大圣，准地之下最强之境，苏文林还从未如此怕过，更别说这少主一点把握都没有。要是这样稀里糊涂废了，那乐子可就闹大了。此时二牛也看出了有点不对劲，他爹脸上的害怕不像是假的。放心，二牛哥，文林叔身为病人，害怕一点是正常的，但长痛不如短痛。话音落下，在苏文林和二牛惊恐的神色中，苏长青手中印诀如残影般隐现，一道光芒闪过，那些银针全部消失不见，彻底印入苏文林体内。而此时在苏长青的眼中，眼前已经不再是苏文林的躯体，而是一副残破的世界。那银针勾连身体最深处的本源，如穿针引线一般，快速修补那被破坏的伤势。而此时的苏文林面色已经变了又变，能清晰感受到，就连圣丹都无法消弭的伤势，居然在被缓缓的修复。家主，出事了！瞎喊什么呢？什么事让你急着这样？我爹快死了，你快去看看吧。是魔教的准帝还是妖族？好大的胆子！不是准帝，是少主。少主在给我爹治病，快治出事儿了，都吐血了。你说，长青给你爹治病，快给治死了？苏南闻言都气笑了。长青现在连修为都没有，就算你爸站着让他打，那也破不了防啊！走吧，我倒是要看看一个凡俗是怎么搞死一个大圣的。一进来，他便看到面色严肃的苏长青正在聚精会神地给苏文林施针，露出一抹诧异，同时他也感觉到苏文林旧伤破损之地被根根银针牵引身体本源，如补天一般在缓缓修复。好精妙的针法，具体怎么回事？仔细说。这针法是李先生教的，可从未听说过李清晨还会治病呢。传言当初儒仙崛起，还曾进入过一位大帝的陵墓，难道是最古老的那位？九玄银针换天地，人心妙手济苍生，举世唯一以医术正道的天一大帝。完了，这人情欠大了。家主，情况怎么样？要不要先把我爹弄醒？你现在把你爹弄醒，你爹能弄死你，你信不信？别慌，现在对你爹来说是好事儿，没准过段时间你就有一个准帝的爹了。爹，苏文林简单调息过后，
体内那澎湃的力量再次回归。不仅如此，那恼他已久的暗伤已经消失不见。长青，你文林书谢过了。文林书这可使不得，只是简单施了2针而已，用不着这样。简单2针，这2针的价值可比1颗圣丹还要珍贵的多。对了，文林书，你感觉怎么样？身体有没有舒服一些？这咋说？风寒是好了还是没好？我明天是走还是不走了？没有，我感觉更严重了。少主抱歉，等你回了苏家，我再负荆请罪。苏文林终究没有挺过当天晚上，村里许多人也是如此。抱歉，二牛哥没能把文林书救回来。没事，这是该着他没了，和你医术没关系。转眼3个月过去，村里也渐渐恢复了正常。这段时间，苏长青的作息很规律，白日去书屋读书，晚上回来研究医书和剑法。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李清晨看向苏长青的神色却逐渐怪异。直到今日，这个男人为了修仙，竟然一天看了99本书。明明很努力，却还是老师口中的废材傻垃圾。只因你悟性太过逆天，所以为了磨练你的心智，只能变招法的敲打你。长青，今日后都不需要看书了，我教你琴棋书画如何？如老师要教我其他的东西了吗？书是读不完的，差不多便够了。纸上得来的东西终是浅薄了一些，那些需要你日后自己去一一验证。今日我传你4艺中的书法，仙篆鱼龙舞。世间书法分为4个层次：形、技、艺、道。世间读书人众多，愚笨者终生困于形，聪明些的可步入技，可唯有一河道不得苦练而来，只能等自身明悟，或有机缘造化。若想学我这鱼龙舞，非一字入门者不可学，你可想试一试？此书法虽强，但李清晨门下3位弟子却无一人受得真传，只因这鱼龙舞门槛奇高，一般人根本学不来。可是苏长青看着那4个字，不过半个时辰，就见他眼中的明悟越来越浓，随即拿起身边的笔就写了上去。一笔行自立，2笔记自成。当第3笔落下的瞬间，一股虽青涩微弱，却坚韧不屈之意倏然跃于纸上。3笔凝练。好，好得很，吾仙家4艺，有传人也。如此悟性，也不枉我白白等了300多年，终于等到，此生也算圆满，只该抽时间去算算旧账。在接下来的时间，他每日便是练书法、习仙篆。在那超强的悟性下，他学习的速度非常的快。1月，书法意念小成，习仙篆10字；2月，书法意念大成，习仙篆过50； 3月，书法意念圆满，129枚仙篆彻底学完。仅仅3个月的时间，苏长青距离突破道字不过1步之遥，但却被李清晨阻止了。学得太快不是好事，先随我学画吧。日升月落，转眼1年时间过去。这1年的时间，苏长青的进步很大，大到他已经没什么可教的了。长青，今日学得如何了？老师，这琴棋书画皆已一字圆满，虽然还未突破道，但应该也不远了。既然你如此自信，那我为你引荐一位我的小弟子如何？老师的弟子，那自然是好的。他也迫切地想知道，如今的自己在儒道中到底走到了何种地步。你大师兄和二师兄都有事情来不了，此次来的是我最不成器的一个弟子，字书翰，到时候你们可要好好交流。来南域之南，青山村寻我，记得村内不管遇到何人，都要恭敬有加，不得犯法。你来此的身份是我入门半年不成器的小弟子，期间发生任何事情都要面如平湖，切记。老师在南域，那说明小师弟也在那儿了。比试快要开始了，老师现在让我去，肯定是让我传授师弟一些经验吧。舒翰没用多少时间，便从中州传送到了南域。不过刚到南域不久，就被几个人给拦下了。小子，把兜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这南域这么乱吗？你这武夫，好生不讲道理！四境巅峰，哼，找死！朕。墨云林好比，你是圣学院小先生，画中仙传承者陈毅礼。这一刻，他们才明白自己踢到铁板了。小先生是我等愚昧无知，还望小先生高抬贵手，我等知错了。虽然被镇压，但是这人脸上却带着一抹庆幸。据他所知，儒仙3个弟子中，小先生是最好说话的，也是涉世未深最单纯的。只要他们态度良好，今日活命问题应该不大。几位？小先生，有些人是讲不得道理的，得用刀才行。苏家2子苏子安见过小先生。狂刀苏子安，
小先生也是为了那子虚乌有的大地传承而来。殿下误会了，我是奉师命而来，寻一个名叫青山村的地方。哦，青山村，殿下认识？青山村他何止认识，他那不靠谱的爹和苏家大半强者可都在那儿呢。小先生可否告知，要去青山村有何事？实不相瞒，最近老师新收了一名弟子，我此去是为了给我小师弟传授经验，只是不知道老师为何选了个偏僻的小山村。如今如仙新收第4名弟子，岂不是说明这第4翼找到传人了？这传人还在青山村，那也就是说，这传人是小弟。哈哈，小先生，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这畜生就送给小先生逮捕了，他会带你去青山村附近。使不得，这踏云兽太过珍贵，无功不受禄。此兽不白送，还请小先生帮个小忙。我和你小师弟多少有些渊源，麻烦小先生把这东西交给他，转告他，等他出山，我送他。男人明明有900年的寿命，却还是怕死，为此到处寻找机缘。偶然间发现青山村气运通天，本以为是绝世宝藏，可耗时2个月都没破开结界。就当他放弃的时候，一名书生从远处而来。莫非他早就知道这地方还能进去？天助我也！踏入结界后，中年修士终于忍不住激动的大笑出声。可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进入结界的瞬间，青山村所有人的目光都同时看向了这里。老师，此人我不是对手，只能引来此地，让老师帮忙了。滑头，不用管他，你自行来书屋就好。小家伙，还要多谢你，要不是你，我可进不来这地方。你说我该怎么谢谢你呢？他刚刚用灵石扫过整片青山，发现只不过是一些普通村民和一位教书先生，这些在他武境强者面前不足为虑。我们这可是好久不见外来人了，突然拜访，还望老张莫怪。他还记得老师说过，不管村里遇到任何人都要恭敬一些。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老师说的肯定错不了。好孩子，去玩去吧，这里不用管了。走，我让你们。大圣，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庄稼汉室的老头居然是一尊大圣。开他妈什么玩笑！一尊大圣居然在这地方种地。前辈，你换新手机了？对呀，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就换了台新的。那你那台旧的呢？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卖了32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就连球拍、球杆这种运动设备，还有相机和镜头之类的摄影素材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是吗？回去我就试试。前辈，晚辈知错了，我这就走，永远不踏入此地。你在外边转了好长时间了，本来懒得搭理，结果你还真进来了。找死的见多了，准地结界都拦不住送死的，倒是头一回。敢问前辈，你一尊大圣为何要在这地方种地？看到那劈柴的人了吗？他是准地境界。看到那个教书的秀才没？那是当代儒仙李清晨。对了，你刚刚想杀的那个小家伙，是儒仙的第3个弟子。现在你还觉得一个大圣种田是很难以置信的事吗？我不明白，准地劈柴，儒仙教书，大圣锄地，你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嘛，养一条龙。见过老师，咱们师徒间无需如此见外。你的3师兄陈以礼学问嘛，马马虎虎，算是你几个师兄中最不成才的呢。这个是你的小师弟苏长青，至于学问和你差不多，也是差到了极点。第一次见师兄就被老师这样评价，我不要面子的吗？老师以前就算再苛刻，却也没有对弟子们说过这样的话。难道这小师弟这般不堪造就，让老师都忍不住出言呵斥？他转头看向苏长青，正准备说些什么，可倏然间他面色一变。不是吧，不是吧，小师弟还未读出浩然之气，你可是跟随老师1年了，1年的时间，就算是头猪跟着儒仙，都能读出浩然之气了，这何止是差，这是差到了极点呀！师兄读出浩然之气了，我自然。
我自然是也没有了。老师，再有不久小师弟就要和灵思姑娘文笔了，现在这种情况还怎么比呀？文笔？什么文笔？咋没人告诉我啊？不是什么大事，是一个老秀才的徒弟，我俩有些恩怨，到时候你去走个过场，简单写几篇字就好了。那简单。老师就这么放弃了吗？那个小师兄，只是文笔的话，我应该还可以。你们年轻人能聊到一起，我出去转转。记得好好敲打你的小师弟。敲打吗？当然要敲打。不知道小师弟这一年是怎么读的书，居然读成了这样子。小师弟，接下来的时间我来教你，可能会苛刻一些，你要有心理准备。放心吧，师兄，我一定好好学。儒道四艺，书法为首，先随便写点什么，让师兄看看你如今学到了何种程度。苏长青初次见到师兄，也想留个好印象。他沉吟了片刻后，拿出了10分的认真，挽袖提笔。不多时，一首诗文书写完成。请师兄检阅。卧槽，义字圆满，先传鱼龙舞。小师弟，你何时到达的义字层次？就老师教我的那天啊，一字成形，2笔记满，3字便入了义字了。听着那朴实无华的解释，舒翰脑袋嗡了一下，差点没站稳。3笔成义，我在圣学院见过天骄无数，但从未有任何人能达到如此恐怖的地步。妖孽，这绝对是文坛内万年不出的绝世大才。师兄，这字有何不妥？还请指教。你这让我指。这个老六有多惨？拜师18年，整日被老师敲打，如今好不容易师傅又收个弟子，本以为可以脱离苦海，可不曾想小师弟悟性逆天，刚到青山村，自己就被上了一课。师兄，这字有何不妥？还请指教。你这让我指，我哪里有资格指教你啊？我虽然书法已然入道，但学的书法却和鱼龙舞差远。师兄，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我承受得住。哎，师弟得罪了。长青，你这字问题可大了，这么长时间你居然还没入道，这在咱们师兄弟里可是最差的了，连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子都比不上。过来看着。说着，舒翰挽袖提笔，并写了上去。居然道字大成了，师兄大才！师兄只跟随过老师半年的时间能道字大成，这可比我快多了。老师真的没骗我，1年的悉心教导，还不如跟随老师半年的师兄。书法指导就算了，毕竟咱们学习的书法不同，你继续努力，争取早日书法入道。人家的水平比我高，结果我在这还指导上了，这以后让师弟发现了，还不丢死人了？哎，老师误我啊！既然书法没得比，那画艺总可以吧？我可是根正苗红，第一个传承老师的墨韵画中仙的，在这上面绝对有发言权。师弟，舒翰自信开口，可不等他把话说完，便看到苏长青紧紧盯着他写的那幅字，面露明悟。不过片刻，苏长青眼中亮光一闪，提笔龙飞凤舞般在素纸上写下几行字。舒翰低头看去，顿时瞪大了眼睛。不是吧？你这就入道了？舒翰看的人都傻了，他呆呆地望着那道韵的字体，沉默了。我也没教什么，只是简单写了一幅入道的字，小师弟就顿悟了，这悟性也太恐怖了一些吧。他不知道的是，苏长青其实早就可以书法入道，只是李清晨一直在压制。多谢师兄指点，若是没有师兄，我怕是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突破。舒翰一脸的不知所措，这一里是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你的书法我见过了，尚可。咱们接下来学作画，儒道4艺老师都教过的吧？教过，但老师说也就一般般。我画道有些见解，你随便画，我给你指点。我的画道可是义字圆满，还是难度极高的画中仙，这可比一般的入道画艺还要强得多。如此用来指导小师弟，肯定绰绰有余了。而苏长青认真的拿起画笔，落笔而下，他的姿态从容专注，手腕灵活转动，不一会就要画好了。舒翰见状，准备细心教导一番，也好摆正一下师兄的威严。可当他低头看去的一瞬间，一口茶水吞在了苏长青的侧脸上。师兄，有话不妨当讲。当讲？我讲个蛋啊！鱼龙误入道也就算了，这他妈画中仙居然也是意境大圆满，这让我教什么？这是敲打谁？老师啊，你这是在敲打小师弟，还是在敲打我？师兄，这话挺好，来陪我下棋。哼，我就不信了，自己6岁入门，老师悉心教导10几年，
难道还不如刚入门的小师弟？然而，半个时辰后，舒汉看着杀得难分难解的黑白棋盘，面露呆滞。他虽然赢了，但只是2子之差。厉害师兄，师弟自愧不如。把琴拿来。这次更快，苏长青音律刚起，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凌冽杀伐直冲苍穹。擒杀、鬼神渊意境圆满。没等听完舒汉，就听老师，你可让我丢大人了。怎么，我们圣学院的小文圣这是受打击了？4意全部意境圆满，这怎么比？别说是我，就算是一尊儒圣来了，也要掩面而去啊！老师这次让我来，怕不是为了敲打我吧？别跟他比，你们不一样。有些人生来就是角儿，天才是很强；可有些人，天才只是践踏的门槛罢了。别说是你，长青的天赋，就算文帝在世，怕是也要逊色几分。那老师此次叫我来，就是要敲打他。天赋强是好事，但天赋太强，却会乱了心智。仅仅1年，从无到有，学我一身7成本事，那种可怕的悟性让人生畏。连老师都在小师弟那可怕的天资下低头了吗？知道他的身份吗？小师弟不是山野之人吗？哼，他是苏家的3少爷，南域之主苏南的儿子。这一个村子有1位准地巅亨，3位大圣，9位圣人王和26个大成王者，他们陪着长青在此地装作农夫19年了。什么？他猜到了这村子不简单，却没想到居然如此恐怖。在外界，大成王者便能开宗立派，圣人王可为宗门老祖，大圣更不用说了，那是可横行一域的恐怖存在。至于准地，在这个时代便是无敌的代名词。难怪苏家2公子说是和我小师弟有些渊源，如今看来，这何止是渊源啊！在文笔开始前，便留在这里吧。是，老师。小师兄，你刚刚去哪儿了？我怎么4周都没看到你？去找了个东西。这东西给你，可千万别丢了。等你什么时候出了青山村，可有一桩机缘在等你呢。机缘？是老师给我的？不是，你别管是谁了，你只需要记住，他肯定不会害你就是了。师兄，天色渐晚了，不如去我家一叙如何？也让师弟尽尽地主之谊。那就劳烦师弟了。2人离开书屋，一路说笑间向着青山村走去。可刚走到一半，二牛便兴冲冲地从远处跑来。长青，我又找到一本秘籍，快随我去练剑啊！快走，师兄，我带你看个好东西，绝对比读书要强。他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文弱书生，却对剑道有着极高的天赋，哪怕残缺的剑法，一天也能融会贯通。可让人奇怪的是，听说你要学习剑法，师兄竟然跳出来百般阻挠。小师弟的儒道天赋堪比文帝转世，应该独修儒道才对。这么高的天赋，居然去练剑法，这不是不务正业吗？师弟，听师兄的，你要好好读书，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千万不要乱学。苏长青闻言一愣，但他还未说话，刚刚赶来的二牛顿时不爽了。不是，你谁啊你？什么叫乱七八糟的？长青学剑术，你有意见？当然有意见。好好的儒道不学，去学哪门子剑术？这不本末倒置吗？本末倒置，的确是本末倒置了。在我看来，长青应该学剑术才对，毕竟他读书这么久了，不也没读出浩然正气吗？二牛也很气愤，在他看来，长青的剑道天赋才是真的恐怖。你懂什么？长青的儒道天赋岂是你能看懂的？浩然正气，那对于小师弟来说，不是有手就行。哼，我是不懂儒道，但你懂剑道吗？你凭什么认为长青的剑道天赋差？我就认为剑道很差，怎么样？书呆子，找个地方练练。怕你不成？这怎么说着就吵起来了？都籍贯的人了，还像小孩子那样约架？小师兄，你也是昏头了？你一个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是二牛哥的对手？长青说的对，我会揍得你满地找牙的，书呆子。二牛哥，这是我小师兄，可不能放肆。我还说让师兄给你写2首诗呢，你那意中人不是最喜欢诗了吗？哼，写诗牛角牡丹，他能看懂？谁稀罕你的诗？有长青送的那几首就够了。哎呀，走了，先去看看是什么剑术，就当消遣了。看着2人还有要吵的迹象，苏长青顿时一手拉着一个，直奔树林。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误导小师弟。二牛哥，这次找到的剑术有心法吗？没有，这剑术还是在那个山洞发现的，但只有剑术没有心法。你就这么糊弄长青？这就是你说的教长青的剑法，连心法都没有，这要是能练成就有鬼了。你懂个蛋，安静看你。可这一看，顿时一惊。
二牛直接拿出一本天阶中品残缺的秘籍。你拿这让师弟看，这他能看得懂？这剑法强啊，比上次的惊涛剑法还强，居然还能引动星辰之力。怎么样，能不能练成？什么能不能练？这甩一本没有心法的剑术秘籍，就让开始练了？哼，简直是儿戏！这要能练成，我回去就把书都吃了。剑道要是那么好修，我还读哪门子的书？舒汉走到一边坐下，眼不看心不烦。而此时的苏长青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手中的剑术秘籍中，他双手不时隔空挥舞，脚下也杂乱无章地走动着，更是不时地看看天空。这神神叨叨练剑的样子，让舒汉差点没笑出来。可他没有见到苏长青眼中的明雾越来越浓。当翻看完整本秘籍后，他闭目推演了好久，脑海中那练剑的灵敏速度越来越快。霎时间，那木剑之上涌现点点星光。二牛还没什么反应，舒汉已经直接蹭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他揉了揉眼睛，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望了望那断裂的树。这就练成了？难道剑道这么简单？他拿过苏长青手中的秘籍，严肃且认真地看去。半晌后，这话的小人是什么意思？就这也能练成剑术？到现在，他终于确定了一件事，不是剑道太简单，而是苏长青悟性太恐怖了。原来小师弟不是儒道天骄，而是学什么？是什么天骄？怎么样？瞧见我家少主的剑道天赋了吗？还读书，读个屁的书！只要少主练剑，不出5年，可问鼎剑神仙。你信不信？现在长青去中州，不出1日可儒道大成。还儒道大成？你吹过头的书呆子！你要再一口一个书呆子，我可要揍人了！哟呵！敢威胁一个剑修，皮痒了！一会儿有胆别走！谁跑谁儿子？正在研究秘籍的苏长青丝毫没察觉到，身旁面色平静的两人快吵翻天了。太晚了，走吧，一起去我家。正好要到饭点了，我和二牛好好招待一下师兄。我就先不去了，一会儿还有点别的事。改天吧，师弟。我刚想起来，还有点重要的事要和老师汇报。那好吧，明天我和二牛哥再为师兄接风洗尘。几人约定好，各自散去。可就在苏长青要到村里的时候，远处的天际倏然传来一阵巨响。难道要下雨？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森林深处，2名少年正展开激烈的大战。一人手持3尺清风，另一人手持墨玉灵毫笔，两人战得如火如荼，热血腾腾。而在两人看不到的地方，苏家一群人兴奋地鼓着劲儿。好几回二牛砍他，哎呀，这小子怎么回事？打个书生这么费劲呢？这损小子，那地方可不行砍啊！砍坏了李先生还不找上门来。对喽，揍他的脸，打脸没事儿。别丢人啊，小文胜，给那些武夫一些颜色瞧瞧。真废啊，那么好机会也砍不中。嘿，好，这一拳漂亮，给那小书生来个乌眼青。为老不尊，多大年纪了，在这看小孩打架？打发时间嘛，一连10几年没动过手，身子都要生锈了。哼，你呀，没个正形。对了，快1年了，宗门建的怎么样了？宗门？男人为了建立宗门，竟然跑去别的门派招收弟子。可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生气，还想着把宗门天骄都送过来。只因这里修行资源无数，更有着让宗门老祖都眼红的魔族之宝。前些日子，我把天魔宗测天赋的那块太古石刻抢过来了。那玩意能检测修士的综合潜力，要是潜力能达到前100名，还能获得太古赐福。不过唯独一点，这玩意排斥儒道，刚好适合长青。你说，要是长青发现自己天资垫底，会不会发愤图强的修炼？可长青真的只有儒道天赋吗？还有，你把天魔宗的太古石刻抢了，就不怕魔道的人报复？哼，他们要报复，让他们放马来就是了。只要我还在，就算打碎了牙，魔教也得给我咽下去。哎，你看着安排就好，别给长青太大压力。对了，闯入结界的那个修士调查的如何？一个倒霉的狂妄散修，不值一提。倒是有件东西颇为有趣，这罗盘不简单啊，名为八宝罗盘，能知福祸、算机缘、定风水，妙用无穷。但是罗盘虽在，其上镶嵌的八宝却丢失了，只有一些基础的作用。天道一饮一啄自有定数，看来这玩意和我苏家有缘啊！你都准地巅峰了，要这东西还有何用？谁说没用？虽然没了八宝，但以后再找嘛。再者，这东西也能增加一些运道和福缘。我虽然用不到了，但长青刚刚好，这东西的价值给一件圣兵都不换。爹娘，什么圣兵啊？在说什么好玩的东西？哈哈，放学了，儿子。
今天上山打猎，从一个山洞发现了个这玩意。这东西看起来不简单，我和你娘琢磨着，是不是那些先人遗落的圣兵？山洞捡的？这山洞这么神奇的吗？怎么啥都有？看着上面铭刻的玄奥纹路，居然和老师传授的仙传有几分相似，这让他眼中闪过亮光。在吃过晚饭后，苏长青便回到屋中，拿出了八宝罗盘，仔细端详。这像是佛教的古老禅文，难道是一门秘法，还是其他口诀？一晃一夜过去了，天刚亮，苏长青便早早离开了家，直奔书屋。二牛哥，你这是让谁打了？没事，路上摔了一跤。长青，记得帮我给你师兄问好。对了，这2天一定要教我星耀剑法，我一定要早点学会。这摔跤跟剑法有什么关系吗？师兄，你别说，你这也是摔的。不是摔的，碰到熊瞎子了，被打的。长青，今天陪我画画，我一定要找回场子。师兄，你这是和二牛打架了吧？你也够厉害的，一个书生都把二牛揍成那样。书生发起脾气来，可也是很吓人的。不说了，赶紧来和我画画。日子一天天过去，青山村随着舒汉的到来，苏长青也逐渐忙了起来。他白日陪着舒汉练习琴棋书画，傍晚则和二牛在小树林修炼剑术，晚上回去又接着研究那神秘的罗盘。虽然很累，但他能感觉到自己每日都在提升。在和舒汉切磋的第1个月，他画艺入道，落笔山河如针，画如世界。切磋的第3个月，他奇术道成，可落子成龙，巨子成仙。切磋的第6个月，他音律融道，弦动可摄人心神，恍若如梦。至此2年时间，苏长青仙家4艺全部道成圆满，如到大成。而也就在苏长青彻底道成的那天，李清晨的传讯符传来一道消息：师弟，2年期限已到，文笔将开，携徒来战否？我这个师兄还真是一天也等不及啊！也罢，是该给长青这2年的学习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师兄，文笔我既然答应，自不会食言，但比试的地方不得在中州，要在南域。同时，比试之时，任何人不得暴露自己的身份和修为，要皆以凡俗自居。哼，只要你们能准时到，这些都不是问题。今日我会去请墨兰大儒和逸贤大儒2位做见证人。师兄，咱们自家人的事情，没必要惊动外人吧？输赢如何，到时你我有数不就好了？至于找来2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嘛，自家人怎么了？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公正。那好吧。你说找谁不好，非要找长青文笔，只是希望小灵思不要被打击坏了就好。师弟的进步让人叹为观止啊！师兄也很厉害啊，当初跟随老师才不过半年，画艺都快入道了。这骂的也太脏了吧！长青、舒汉，今日随我出去一趟。师傅，是长青和灵思的文笔要开始了吗？2年了，该见见人了，准备一下，半个时辰后出发。师兄，和我文笔那人强不强？舒汉让苏长青一句话给问的不会了。对面强不强？这是儒道4艺皆入道的人该考虑的事情吗？对面可能会很强，但再强也没任何胜算。放宽心，以后不要问这种问题，只要对面是读书的，你尽管上就是了。师兄是让我要不去挑战，哪怕对方更强，也要勇往直前吗？虽然理解的有点偏，但也问题不大。毕竟在读书人中，应该没有几个比你强的。干啥呢？青秋还读书呢？这几天不读了，比试要开始了。干掉那个混蛋，加油！哈哈，有你的师在，赢应该问题不大。正好我来南域了，等我比试完，记得要给我引荐那位先生，我要好好感谢一番。好的，没问题。就在魏仓等人刚到南域的时候，竟然差点和人打了起来。小哥，我刚把人定住，你就杀了他们，那我们不是也跟着你沾上了佛门的因果了？佛门若寻仇，尽管让他们来南域苏家，我随时恭候大驾。那也就是说，我这无妄之灾，不受也得受了。说的好像是我欺负人一样。看诸位这满身浩然正气，应是自中州而来，有要事吧？刚刚虽不用你们出手，但也的确帮了我一把。我苏家不是仗势欺人之辈，你们有何需求，我可助你们一次。阁下好意心领了，我们只是和如仙约定在南域文笔，并无需求。哦，如仙？以如仙的身份，你们和其文比显然不配。那也就是说，是和其弟子比喽？如仙的弟子还约定在南域文笔，那不就是我小弟？正是。那你们有几成胜算？既然敢来，那自然是10成。10成把握？那也就是说，小弟肯定输了。
看到苏子安突然不说话了，魏仓等人面面相觑。院长，他不说话，咱们就在这等着嘛，这也太狂了点吧？狂？你爹要是准地巅峰，你比他还狂。放心吧，苏家的人虽然霸道，但是讲道理。苏二哥，好久不见。你是周家那位最小的公主，叫青丘是吧？这不就是二牛苦苦追求的那个人吗？也不知道二牛追到手了没有。和如仙弟子文比的，不会就是你吧？正是小妹，是我们哪里犯了忌讳，惹怒了苏二哥吗？要是我等哪里做的不对，还望二哥见谅。哎，和你们没关系。青丘妹子，今天文笔下手轻点，那和你比试的人跟我有些渊源。苏二哥放心，我一定会手下留情，不会让他败得太难看的。那就多谢青丘妹子了，有时间叫上二牛一起喝酒。几位，此事是苏某唐突了，既然是朋友，那在南域若是遇到麻烦，言语一声便可，我便不多留了。既是误会，说开便好了。反正也没事，要不然我去看看热闹。你本是儒道第一天骄，却在下山与人文比之时，竟让人说成是一个只会啃老的废物。只因为你有个准弟的爹，拜了个儒道魁首的师傅，就更加认为你是关系户走后门。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不仅背景无敌，实力也更加逆天。来，见过你们师伯和两位前辈。这就是他徒弟叶太岁，跟随如仙2年时间，居然连一丝浩然之气都没读出。放轻松，别紧张，一会儿我会手下留情的。多谢师姐，师弟会全力以赴的。师兄，那位灵思师姐看起来好强的样子，你说我能不能赢啊？哎，你随便玩玩就行了。长青还准备全力以赴，这不是欺负人吗？灵思毕竟是师伯的弟子，这一会儿要打哭了咋整？既然都到了，那就直接开始吧。灵思和苏长青闻言都是拿出准备好的笔墨纸砚，但不同的是，灵思这边使用的东西无一例外都是精品，灵狐笔、银宣纸，而相比灵思，苏长青这边可就寒酸多了。笔是简单的狼毫笔，只是随处可见的白素纸。哎，这怎么放水啊？笔墨纸砚都是最普通的便罢了，连浩然之气都没读出来，这也太菜了吧！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次来是故意要输给我，这是在施舍，还是羞辱？谁施舍你了？还白送的胜利？肆意入道的长青要是还能输，那除非对面是文帝。师兄，我可没有施舍你，也没打算让你赢。没打算让我赢？难道你指望让一个连浩然气都没读出的孩子去赢灵思？你这不明摆着要认输？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到圣学院举报你母子？哎，师兄，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现在上转折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天。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起来舒服。那还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折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着就对了。好，比试完我就去看看。就在这时，苏长青和灵思二人同时开口：“我写好了。”看结果吧。师妹进步不小，将来入道有望。多谢师兄夸奖，我会努力的。师弟，这是你要交的答卷。正是，劳烦师兄了。苏长青认真的点了点头，他已经拿出了10分力，至于能不能赢，那就看天意了。你虽然是关系户，但也太嚣张了。清风，发生了何事？院长，长青师弟交了白卷。此话一出，魏仓和2位大儒都是眉头紧皱。这种行为已经不是文学的高低了，而是态度的问题。白卷？师兄，你看不到吗？哼，看到什么？看到你嚣张跋扈的态度。前方的舒汉一拍额头，明白了什么。清风看到的当然会是白卷了。书法入道，自不显凡尘，清风能看出来就厉害了。再说白一点，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清风师弟，你不用管那么多，把答卷交上来，前辈自由评断。这还交什么？这胜负不明摆着的嘛。长青，你去把答卷交给2位前辈，让他们看看你的白卷。苏长青一肚子疑惑地拿过答卷，放在了2位大儒的书桌前。可下一刻，墨兰突然猛地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看着手中的答卷，激动的胡子都在颤抖着。那在清风眼中的白卷，此时在他看去，却是一条条鱼龙共舞，道韵横生。先转鱼龙舞。鱼龙舞？墨兰，你在说什么？
如今再次听到那熟悉的词汇，就让他想起了当初整个中州城漫天苍龙聚首的恐怖景象。想当初儒道不公，大儒压制，整个文坛乌烟瘴气，纷纷逼李清晨交出仙家4亿，一退再退的李清晨最终给了。他富丽苍穹，一笔落下，429枚仙传头，无尽苍云。我的东西你们可拿得稳，抓得住？那一日龙吟怒吼，强盛大圣喋血，圣王横尸，偌大的儒道圣地为李清晨一日推平。仙传鱼龙舞位于儒道第一书法，并不是靠道理讲出来的，而是杀出来的。老师，那2位前辈怎么好像有点害怕的样子？当初你老师我年轻气盛，得罪过一些人，不过这么多年过去，应该也都释怀了。墨兰，你好端端的提鱼龙舞干嘛？不是我要提，是这少年的答卷，便是以鱼龙舞书法写的，而且他的书法层次是视入道境。什么？不可能！此话一出，魏苍等人宛如五雷轰顶，一脸不敢置信。仙传鱼龙舞的入道境，你在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不到20岁的年纪，竟书法入道，还是以鱼龙舞这种级别的书法入道？你为何不提前说？我只是想让师兄输得心服口服，至于你说的羞辱，那不过无稽之谈罢了。他一个书法入道级的天骄，为何还要找关系？这也太欺负人了。林思想到自己刚才还鼓励一个书法入道级的妖孽，更是大言不惭地说会手下留情，小脸腾一下就红了，眼眶也瞬间红了。下一局我一定会尽全力赢过你。书法我自愧不如，但我不信你其他技艺也这么强。长青的儒道天赋这么猛，好啊，我便说我小弟怎会是庸才。二牛碰巧遇到你心上人了，状态不太对，你赶紧去哄哄。师兄，怎么看灵思师姐很生气的样子？可以了，没上来揍你就是好的。他刚刚和清风传音，知道了半路遇到苏子安和走后门的事情，才明白灵思为何一副快哭的样子，而苏长青则更疑惑了。我也没做什么呀。师兄，还要继续比吗？哼，比为何不比？此子书法已然巅峰，灵思不是对手，但他拜师的时间终究晚了些。区2年，就算在天才领悟一门鱼龙舞，也耗尽了全部心神了。接下来的琴棋画3艺，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赢。闻言，一旁的舒汉无声地笑了笑。凡人们，你们绝对不知道我师弟的天资有多恐怖，等着颤抖吧。第2场比试画艺，时间1个时辰，任何画作都可。听到规则，二人拿起笔便画了起来。不多时，2人作画完成，各自上交到2位大儒手中。墨兰和易贤等人第一时间看的便是苏长青的画，而当他们看去的第一眼时，便不禁面露惊骇。2位前辈，是谁赢了？你本是儒道第一天骄，却在下山与人文比之时，竟让人说成是一个只会啃老的废物。只因为你有个准弟的爹，拜了个儒道魁首的师傅，就更加认为你是关系户走后门。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不仅背景无敌，实力也更加逆天。灵思的话不用看了，长青赢了。前辈为何不看晚辈的话就断定我输了？万一是我赢了呢？长青的话已入道。又是入道，这怎么可能？他仅拜师2年，不仅鱼龙舞入道，就连画中仙也入道了。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妖孽？死的竟比当初的儒仙还要强。师兄，入道很难吗？怎么看他们都有些难以置信的样子？嗨，都是小地方来的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入道不算啥。哦，原来是这样啊！众人议论纷纷，而一旁的灵思此时眼眶更红了。我不信琴棋你也能赢，难道你4艺还能全部入道不成？我要和你比音律。要不别比了吧？不行，你是看不起我吗？我没那么脆弱，拿出你最强的本事来。话音落下，灵思没管众人的态度，径直地拨动琴弦。一曲终了，可以听出此音律已然不凡，已经达到了技的层次，哪怕魏苍墨兰等人也挑不出半点毛病。可在苏长青眼里却闪过一丝不解。这弹的什么玩意？要意境没意境，要到韵没到韵，只是技巧好一些，可这不是基础吗？要不还是别比了吧。无需顾虑太多，赢便赢得漂亮，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对手的真正实力都不曾看到。拿出真本事，
才是对你师姐最大的尊重。哦，弟子明白了。琴音刚起，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瞬间笼罩整片天地。到了此时，已经没人关系胜负了。林思的琴音或许不错，但和苏长青比，却是云泥之别。一曲终了，在场众人也是久久无言。还有歧义，再来比过。林思知道自己这场文比已然胜算不大，可他不甘心。徒儿，要不然就……老师，让弟子再为您拼一把。罢了，是个不错的孩子，也不愧是为师兄的弟子。性子坚韧，敢打敢拼，也输得起。接下来的棋局不要留手，50步内杀光对方的棋。虽然这样对林思和师兄都很残忍，但他还是这样决定了，只因师兄道成在即，他要助魏苍一臂之力。林思师姐得罪了。棋局开始，当那少年子落天元，欲其为界时，众人便明白林思输定了。果然，仅仅来到第46步，林思的黑棋已然被杀得溃不成军。师姐承让。到了这时，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不过他们更在意的是，传说中的仙家4翼竟然被一少年修炼至阶已入道。此次文比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但老师为了我辛劳准备了2年，若不赢一次，我没脸回去。我要和你再比最后一次，这次咱们比诗词。比诗词？要是比其他的，我可能还怕上几分，但诗词，就算把老师和在场的人都算上，也不够我打的。看样子林思师侄对诗词颇有底蕴啊。老师，要不然算了吧。为何要算了？比试而已，输赢没什么大不了的，大胆去比。大胆去比，这是还要我尽全力？输了便输了，也算给你师伯师姐个台阶下。他们大老远来了，一比没赢，面子上太难看。早说啊，合着这是没打算让我赢啊？师姐，你先来吧，我很期待师姐的佳作。那师弟听好了，此诗无题，相见难时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长青，这诗怎么了？这诗好极了。无人知道，此时苏长青整个人都麻木了。一首诗终了，在场众人都是面露惊艳。能在这个年纪做出这样的诗词，了不起。长青、林思既然已经做完了，那接下来该你了。刚刚的诗可谓是绝句了，晚辈就不献丑了。师姐的诗真乃世间少有，不知是否还有其他佳作？罢了，一首也是用，2首也是拿，那不如再做一首，也能让老师高兴一番。我还有一首，献丑了。此诗《秋风词》。随着朗朗上口的诗词响彻学堂，在场所有人都面露惊色，可唯有苏长青面色变得极为古怪。当那秋风词3字一出，他便知道了小师姐绝对是二牛哥的心上人。搞了半天，二牛哥问我要诗词给心上人，结果却是拿我的诗词来打败我。不过还别说，二牛哥还挺有头绪，一个山里穷小子还能找个读书的姑娘，肯定是靠文林书走的早。本以为上一首已经世间罕有，没想到此时已经更妙。羞涩、相思、寒鸦，这意境绝了。魏苍虽然刚刚败得很惨，但这2首诗却是把他的脸面给保住了。而此时的李清晨开口刚想说些什么，可倏然他眉头一皱。佛教的人，你本是儒道第一天骄，却在下山与人文比之时，竟让人说成是一个只会啃老的废物。只因为你有个准弟的爹，拜了个儒道魁首的师傅，就更加认为你是关系户走后门。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不仅背景无敌，实力也更加逆天。还真是阴魂不散，好不容易才有的好心情，又被你们打扰了。我佛慈悲，大宝罗盘佛身果然出事了。尊者，白莲有反应，八宝佛身应该就在那学堂之中。这次我们佛教说什么也要拿到手。哟，一位圣人王，2个圣人，佛教好大的威风啊！真以为我苏家不敢杀到西域去？苏二公子，我等再说一次，佛教无意和你苏家为敌，就此退去，不然今日就算斩了你，苏狱主也奈何不了我等。秃驴，我今日便站在这里，你大可试试看。佛门胆敢动我一分，明日我爹的地兵大仓枪便打碎你灵山宝寺，你信不信？尊者，杀不杀？杀个屁！吓唬就行了。你要敢动他一根指头，出不了3日，别说灵山宝寺了，
整个西域都得血流成河。你困住他，其余人去取佛身。那学堂内就几个大儒，其余的不足畏惧。哟，你要困住谁？舍得出手了？哼，除非生死危机，不然我不会出手。看什么看？不准备去找你们的东西了。不用管他，走。眼看惹不起，佛门罗汉一咬牙，带着众人直奔下方学堂。可他们才刚刚靠近，一股令天地都为之色的恐怖气息自那学堂瞬间滔天而起。准地！感受到那恐怖的气息，没有任何犹豫，罗汉带着众人转身便跑。可这时，天空倏然暗了下来，佛门顿时呆立在了原地。一张把整个苍穹都覆盖住的恐如同无一般握住了刚刚曾说话的苦花迷，他并没有伤人，而是持守的那人前辈，管！哎，好嘞。佛门的人还敢向卢仙要东西，真是不知死活。此时书屋中，其他人都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还沉浸在苏长青的仙家肆意中不曾回神。李清晨却把玩着手里一枚小小的白莲，面露奇异之色。和长青的罗盘同出一脉，看样子是罗盘上丢失的八宝之一。随着比试结束，李清晨与众人客套了一下，便带着苏长青离开了。什么？居然输了？那个王八蛋是谁？我找人去揍他一顿。哎，输就输了吧。我给你的诗词没派上用场吗？嘿嘿，当然派上大用了。你是不知道，当时那天骄都被吓傻了呢。那肯定的，也不看谁的诗。眼下我文笔结束了，正好还在南域，能否帮我引荐一下？我想当面谢过那位前辈。当然可以，你随时过来。此次劳烦两位前辈了，我就先不走了。这算什么劳烦？能见到这样一场文笔，我俩也是三生有幸啊。听魏院首的意思，这是不准备和我等一同回中州，还要留在南域。小徒闭关了2年不曾外出，恰巧南域有些朋友，还有位隐士的大儒，正好借此前去拜访他。既然如此，魏院首请便，我等可自行离去。告辞。青秋这儿呢。还是这副不着调的样子。见过前辈，如此年纪就已经是司境检修，难得。老师，他是苏家的人，咱们此次拜访的前辈也是他介绍给我的。南域苏家，难怪有此等修为。可是苏家子弟不在天南城，怎么跑至荒山野岭来了？这还望前辈赎罪，事关苏家秘辛，我不便相告。待会儿还要麻烦前辈，等到了地方，不要暴露修为和神识，不然会很麻烦。这南域都什么破规矩，怎么都不能随意暴露修为。老师，外出1天了，我先回去和爹娘报个平安。等一下。好漂亮的白莲。可随后他眉头一皱，感觉胸口有些发烫。奇怪，怎么这么烫？难道这白莲是罗盘上的？长青，日后这罗盘切勿轻易示人。我明白了，老师。李清晨接过苏长青的罗盘，然后把白莲镶嵌在了罗盘内。顿时，屋内光华大盛，罗盘中有快速旋转，一道道玄奥的纹路不断明现，似发生着奇异变化。这罗盘和佛教有莫大的关系。这几天我给你找几本佛经，看看你能不能悟出来什么。多谢老师。去吧，明日再过来。苏长青欣喜地施了一礼，然后像一阵风似的跑远了。跑慢些吧，等过几天出了村，可就是江湖了。结界，好大的手笔！当魏苍等人走进了村子，就看见苏家的众人都在田里耕种。圣人，还有圣人王，大神挑粪。看着那田里的村民，魏苍整个人都傻了。他也算见过不少大世面，可眼前这一幕还是狠狠镇住了。前辈勿怪，那都是我苏家的人。你小子不早说，你们先去转转，我去拜访一下几位前辈。魏苍本以为此地就那一位儒道隐士，可谁曾想这是一群隐士啊！青秋，你们那比试到底什么情况？怎么还输了呢？唉，技不如人呗。那人的天赋太可怕了，我连和人家比的资格都没有。我一个兄弟刚好也是学儒道的，可以说嘎嘎厉害。你下回把那王八蛋约出来，我让我兄弟好好教训教训他，给你出气。拉倒吧，别到时候把你兄弟给打击坏了。你学剑的，根本不明白我那师弟在儒道中的成就有多可怕。你看，你还不信？你跟我走，我让你见识一下我兄弟有多强。你本是儒道第一天骄，却在下山与人文比之时，竟让人说成是一个只会啃老的废物。只因为你有个准弟的爹，拜了个儒道魁首的师傅，就更加认为你是关系户走后门。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不仅背景无敌，实力也更加逆天。长青，等一下。师姐，青秋，他就是我兄弟，在儒道方面很有见解。别看没有浩然之气，但儒道天赋绝对强的可怕。
他强不强，我还不知道吗？长青，前不久有个王八蛋和青丘文笔，结果青丘都快被打哭了。读书人的东西我不懂，只能请你帮忙了。过2天我让青丘把那小子约出来，你狠狠帮我收拾他一顿。二牛话还没说完，林思脸腾一下红了，低着头拉着二牛的袖口。别说了，求你别说了。嗨，小姑娘脸皮薄，不好意思说。放心，青丘，长青可是我好兄弟，这事儿他一定会帮忙。林思脸红的像是能滴血一样，此时恨不得用脚扣出个30一挺。二牛哥，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上忙。是先生不让你外出了吗？哎，长青、二牛，你们怎么在这儿？可这话才说一半，在看到林思后，顿时瞪大了眼睛。而二牛看到来的舒汉后，也是眼睛一亮。长青出不去，但舒汉可以啊。虽然4亿舒汉不是长青的对手，但揍一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读书人，那还不手到擒来。我好朋友，好长时间不见了，来找我玩了。你朋友？对呀，你小子嫉妒啊。对了，有个事儿找你帮个忙，你可……一旁的林思闻言快要疯了，他急忙拉住二牛的手，你可别说了。林思整个人都要碎了，他现在脑子浆糊一片，只想赶紧摆脱这尴尬到要死的氛围。没事，青丘，这书呆子本事也不赖，绝对能帮你出口恶气。为了帮心上人找回面子，二牛也是拼了。青丘这2天来南域，是为了和一个混蛋文笔，结果被欺负得很惨。这事是你强项，这2天我把那小子约出来，你帮我收拾他一顿如何？舒汉愣了一下，最后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你笑什么？我在很认真的跟你说。你说那个混蛋有没有可能就是长青？我操！这么说，那文笔的双方就是长青和青丘。那也就是说，我给你那诗，你用来对付长青了。你说林思的诗是你给的？你会作诗？我会做个屁，那是我让长青问先生要的。可老师不曾做过诗啊，若是做过，当时不可能是那副表情啊。那诗是你做的？低调低调。其实我没打算人尽皆知的。中州城白鹿学院魏苍前来拜见前辈。拜见前辈。李清晨沉默了，那些字他都听得清楚，可这连在一起怎么就听不懂了呢？魏师兄，何时让你追到了此处？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那你来这儿找谁？我听说此地有一位儒道大能。那不就对了，在儒道中还有比我更大的吗？灵司说他的诗词有高人指点，这人竟然就是你。也不对，要是你，灵司不可能会瞒着我。这青山村还有第2个儒道大能。你说灵司的事是青山村的人指点的，可这青山村除了我之外，何人能有此等本事？灵司的诗是何时做的？可有那人的传讯符？时间的话，大概1年前。至于传讯符，是灵司通过一个叫明宇的少年传递。二牛一个剑修，显然不会作诗，反倒是长青和二牛一直走得很近。也就是说，那诗竟是长青做的。什么？你收了个了不得的徒弟啊！如此我便走得更放心了。走，你还没放弃，要再探黑暗进去。我等得太久了，再等下去，我怕没有勇气再探进去。你疯了！你要是出事，不仅你要死，圣学院也要跟你同归于尽。那些被镇压了多年的大儒不会放过圣学院的。我不是又培养了一个儒仙吗？等长青踏足中州，那些老顽固便是我送他的扬名旗、踏脚石。待他除尽儒道病疾，天下读书人归心一人，那时地位可成矣。他没想到李清晨居然在下这样一盘大棋。如今他明白了，他是为了等天地压制散去，等地路再现，等儒道中可称帝之人。你之才思，我远不如也。其他事便罢了，道统之争，我辈自应当仁不让。这一代成帝者，即便不专修儒道，也应有儒道之基，照临儒道昌盛万年。不专修儒道，长青如此天赋，难道还要走其他路子？哼，你不懂长青的天赋有多可怕，单一道统岂能困住他？算算时间，苏家主应该为长青找到第2个老师了吧？总算到了，这破地方天寒地冻的，非来这里建宗门。武夫果然都脑子有坑。他和叶叔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长青这第2个老师选武夫。天下道统众多，但要论哪家道统筑基最强，那定然是武道。而在北域武道中，显然武吉山为首选，不是因为此势力最强，而是因为武吉山的武九龄是天下拳头最硬之人。
曾徒手撼地兵而身不死，世间也仅此一人。听说这590脾气和拳头一样，又臭又硬，看来这拜师应该不会太顺利。哼，不过我既然来了，你不走也得走。南域苏南前来拜山，南域苏南前来拜山。苏大哥来访，让我五岐山蓬荜生辉啊！如今不远万里赶来，想必是有要事。你尽管开口，只要能帮的，我武琼绝不含糊。武琼老弟快人快语，那我便也直言了。我此次来是为我儿寻一位名师，我想问问590前辈可有收徒的打算？可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在场众人都面露难色。这苏大哥应该也听说过一些90长老的传言，拳硬脾气更硬，除非他自己看得上，要不然就算摘了他的脑袋，他也不会收徒的。前几日天武宗的少宗主来了，想要拜90为师，可90只是看了一眼，转身就走，还说什么废物也往我这送，不收。苏南闻言，嘴角微抽。那天武宗的少宗主，好歹也是一域之主的亲儿子，结果590一句废物就给打发了。这590倒是有颗铁打的胆子，天武那老东西就这么算了。天武域主当时差点没杀过来，后来我亲自上门请罪，这才把这事压下来。但天武域主发话了，590不是不收徒吗？那位一辈子别收徒了。那老东西倒是霸道的紧，人家收不收徒干他屁事，无需害怕，让590来。收徒的事别人说了不算，得他亲自开口才行。那好吧。何时找我？这就是那个敢双拳撼地兵的英雄人物590，怎么会是这般不修边幅的模样？苏大哥有所不知，当初90长老虽力撼地兵半步未退，但却伤了根基，曾经的准地，可如今只有大成王者境的实力了。再加上大限将至，一身传承无所出，因此心里烦躁，整日买醉。90，这位是苏家家主苏南，今日是为了儿子拜师而来。老头子，我这传承倒是蛮吃香的嘛，接连2位域主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哼，我告诉儿子，没用，除非有武道经世之资，否则我这一身传承就算带进坟墓，也容不得凡俗忌武琼等人闻言都面露急色。这590的脾气怎么就不能改改？口出狂言也不看对方是谁。阁下倒是好气魄，若我一定要你教呢？意思而已，残命在此，你可要拿了去。人要懂得低头，才可走得长远。太过刚直，可容易惹下祸事。我再给你个机会，想好了再开口。苏南准地的恐怖气息瞬间笼罩全场，似乎下一刻就会直接动手。低头。我590一生输过，败过，可从未怕过，哪怕直面地兵都不曾退过半步。我这传承可以弱，争胜之势可以输，唯独这一身拳意绝不可废。正好我这辈子的最后一拳，温养几百年了，就算杀不得你准地巅峰，也能斩了你的成道之基，你信不信？话音刚落，一股恐怖到让天地颤抖的拳意滔天而起。我这一死，可让天地折腰，可让神龙色变。这老疯子，枪给我他不是要打碎那双拳，而是要把这滔天的拳意逼回590的体内。这拳意是590的命，此拳若出，的确可天地色变。能不能斩苏南的道基不知道，但590绝对是死透了。你在干嘛？不是要杀我？我杀你个蛋！我只是试探你一下配不配当我儿子的老师，结果你跟我拼命。妈的，老疯子，你练军练傻了吧？老头子，我打算让你教我儿子，跟我走一趟吧。这老头子轴是轴了点，但那一身刚直锋锐的拳意确实强悍。不信。老疯子，不杀你，我的确没法带走你，但你别忘了，你的目的是找个关门弟子。哼，有天武那老东西在的话，这世间敢拜你的也不过3两人罢了。今日你跟我走，天武的事情我帮你平了，如何？这倒是个麻烦事，那我便跟你走一遭。若是你那儿子太废柴，可别怪我不给面子。下次见面，我要和你再比一次。那师姐可要加油了，下次我可不会再借师给你了。哼，我可是你师姐，就不能让我？对了，师弟，2年后的文坛盛会，你真不去参加吗？不去了。前几天我娘和我说，这2天我爹出去给我走关系了，有很大可能进一个小宗门。我要去修行了。无人知道苏长青究竟有多激动。修行，渴望了2年的愿望，如今终于要实现了。长青，你不会今天就要走吧？是啊，我已经和村里的人都一一道别过了，没和他们说什么时间走，免得离别难受。
二牛哥，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吧，万一咱俩都有修行天赋呢？就算没有，去那当个杂役弟子也行啊，总归能接触到修行。我就不去了。既然你要走了，那我便去剑神山闯闯，看看那些所谓的天骄剑修是否有我手中剑灵。二牛哥，要不还是算了吧，你耍那2招剑术，还不如我这读书人呢。等你修行有成了，记得一定要去剑神山转转，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书呆子，你日后打算去干点什么？还天天读书写字。虽然他和舒汉时常打架，但1年多的时间也打出了深厚的交情。这青山村一别，再见便不知何时了。我没你们那么大抱负，就帮着老师看好家业就行了。长青，等你修行有成，我带你去看看老师的家业。好，二牛哥去剑神山，灵思师姐去参加文坛大会，舒汉师兄扩展家业，而我则去修行。咱们一定都要混出个样来。好，那就带我扬名剑神山。那我定要拿下文坛前3甲。我便让老师家业无人能取代，我定要争取做个外门弟子。莫笑少年江湖梦，谁不年少梦江湖？去吧，出了村便是大人了。全家都是绝世强者，可他却是连鸡都不敢杀的文弱书生。为了变强，他打算拜入修仙宗门，立志要当个外门弟子。可他不知道的是，整个宗门都是为他打造的磨刀石。福伯，咱们要去的宗门规模如何？叫什么名字？那宗门名为小仙宗，是这2年才刚建立的，规模不大。虽然是个小宗门，但参加测试的人可不少。小少爷到时候可要努力，老爷为了你能进宗门，可费了不少的心血。还有测试，都测些什么啊？小仙宗的测试时刻会根据修士的血脉、体质、根骨、悟性等测出综合潜力，只有合格者才有资格加入小仙宗，成为一名外门弟子。我就读了几年书，也没什么特殊的天赋，也不知道能不能测试通过。放心吧，你爹已经找好关系了，就算过不了测试，也会有人收你。打劫！劫什么？马德，晦气！老子等了1天，结果是个没有水的货色。嘿，大哥，蚊子再小也是肉嘛，把这马宰了也够咱们兄弟们喝上几顿了。哎呦，你瞎，那是牛，不是马。喝，天天就知道喝。我要的是元晶，是手机。没有元晶怎么买手机赛博修仙？老大，你这个手机看着挺新啊，刚换的吗？对了，刚换的，之前信号太差了，就换了。那旧的呢？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着上门回收了，卖了31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止收手机，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认准转着回收就对了。是吗？那回头我也去看看。这一境的修为，也就能打劫凡俗了。居然还有修炼者！福伯，一会儿你先跑，我殿后。少爷，一般劫匪只是求财，不会害命的。咱们遇到的和那些劫匪不一样，他们在出现后，连向我们讨要钱财的想法都没有，也没多看我们一眼。如今更是若无其事的把样貌和自身修为说出来。由此可见，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让我们活着离开。哟呵！虽经不乱，还能理智分析，不错。就凭你让老头子我先走，那我辩护你几年周全。嗨，那小子把身上值钱的东西放马车上，赶紧的！苏长青闻言，眉头皱得更紧了。福伯，一会儿看情况跑。少爷学过剑，也算学过，不过只有剑招没有心法，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境修炼者的对手。眼下别无他法，只能拼一把了。没有心法的剑术，那也能练成。他开始琢磨着，待会儿如何不着痕迹地捏死这些蝼蚁。可也在此时，几名劫匪手持马刀，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哥老子的，我大哥说话你没听见吗？还拿着把木剑，笑死人了！是刚和朋友过完家家吗？惊涛！谁说木剑就砍不死人？这开什么玩笑？少主不是说这剑法不全，只有剑术没有心法？那也就是说，少主仅凭残缺剑术，便以凡俗之身，把一门天阶秘技修炼到了大成。如果说刚刚他对成为苏长青的护道者心中还有些抵触，那如今苏长青完全凭自己的天资获得了他的认可。天助我也！
天仙秘籍还是在一介凡俗手中，这是天上掉馅饼吗？小子，你简直是上天派来的福星啊！苏长青此时紧张到了极点，在听到劫匪头子的话后，他咬牙放出了自己的底牌。印出，再出。卧槽！又一道本命秘籍，瞧这架势，比刚刚的惊抛秘籍等级还高。开他妈什么玩笑？这还是凡俗？福伯人都傻了，他纵横大陆一辈子了，但从未见过如此离谱的事情。以凡俗之躯，竟然把2门残缺的天天秘技修炼到本命秘技的程度。我只有这一剑，你若接住了，便算我命中有此一劫。啊，这也太尼玛看得起我了！这一剑我拿命接啊！我这么厉害吗？少爷，你以前是剑修？不是，剑法是兴趣爱好。我以前是个读书人。凝聚2枚天阶本命剑印，还只是兴趣爱好。福伯，天色不早了，我去牵马，咱们先找住的地方吧。这等小事何须少爷动手？让老头子我来。就在他们继续赶路的时候，没想到竟然又有人拦住了去路。无量天尊，小道贤亲子，叨扰2位了。全家都是绝世强者，可他却是连鸡都不敢杀的文弱书生。为了变强，他打算拜入修仙宗门，立志要当个外门弟子。可他不知道的是，整个宗门都是为他打造的魔道士。无量天尊，小道贤亲子，叨扰2位了。黄山路远，不知小道可否同行？曾言送我机缘那人，可是你？机缘是机缘不错，但此次相遇却是我的机缘。我曾推算自己在这南域会遇到我的贵人，也便是你。道长的卦怕是不准，我一山野村夫，如何会是你的贵人？非也，我的卦没有不准的。道长既然会卜算，那不如为我算上一卦如何？我要拜师山门小仙宗，可否算算？此去是福是祸？既是贵人相请，那小道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福祸无门，为人自照，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是。浅滩游龙终得水，倒海翻江立乾坤。施主此去不会有任何危险，恐怕还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道长的话听得人心里舒服，但这卦怕是太好了些。我分毫修为都没有，能成个外门弟子都烧高香了，怎么还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不灵便不灵，也许是小道的卦出错了。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我观道长刚刚所画符箓颇为神异，刚巧前不久我见过几个类似的字体，不知道道长可认识？咦，和道传有几分相似，但也并不难认。这几个字为步步生连神足通。据我所知，此乃上古佛教无上秘法，但不知为何此秘法并没传下来，就连佛教都没有。没想自己老爹捡来的这罗盘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那罗盘异变后可是多出了好多字体，是不是修炼方法？施主可愿学我道家篆字？道长愿传我道篆，可我一来不是道家子弟，二来咱们也只是初次见面，道长为何如此帮我？道教讲缘法，你和我有缘，这便够了。一饮一啄，自有天定。天黑路远，叨扰2位了。无碍，相遇便是朋友。坐。少爷，慢些。荒郊野岭，居然能遇到一位大圣，这要说是巧合，那未免太牵强了些。福伯不敢有任何大意，一身气机全部锁定眼前2人身上。这老头哪儿找的？不清楚，这事得问你爹。那他拿契机封锁我们干什么？有没有可能他并不认识你这苏家2少，看你谋害你小弟？你去和他聊聊，都是自己人，别那么紧张。哼，自己去。我是来护道的，又不是来打杂的。护道者都是这样子，大哥的也是这样，真是除了护道，其他的一概不管。相遇即是缘分，福伯，包裹里还有些吃食，和大家分一分吧。好的，少爷。福伯从包裹里拿出几块米饼，一个个分在了几人的手上。不过在路过胡桃时，他眼神中带着警告和戒备。可一旁的苏子安见状一愣，看着手里的米饼，又瞧了瞧辛勤的福伯。我空间戒指里还有些酒肉，你拿出来和大伙分分。我给你分个屁！这才对了，护道者不应该都是个臭脾气吗？可眼下这是什么情况？小弟一句话，大圣护道者居然甘愿亲自去分饼。有2种可能：第一，你爹对此人有大恩，因此福泽至你小弟身上；第二，这位大圣被你小弟折服，甘愿做护道外的其他事情。那好吧，兄弟，我观你身上血迹斑斑，可是这路上不顺利，遇到几个劫匪，不过好在有惊无险，已经打发了。兄台这是要去哪儿？我在等风，也在等你。
师兄说的那个人就是你。你即将进宗门修行，我当然要送你份礼物了。边上的福伯刚想出声阻止，但耳边响起了胡桃的传音。苏家的人，他是长青的二哥，自己人不早说，亏我还提心吊胆的。老师曾言，无功不受禄，你我不曾相识，为何却无故送我机缘？我送你东西，拿着便是。若真要说个缘由，那便是我和你父亲有些渊源，你可唤我一声二哥。哦，长青见过二哥。好，长青想要什么样的机缘？想要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不过要说这些年接触过的东西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剑。剑，我果然没猜错，初入江湖之人哪有不喜欢剑？巧了，二哥送你的这份机缘正和剑有关。哦，真的？莫非是一本完整带心法的剑诀？剑诀？那算什么东西？我这机缘不好携带，等你去见了就明白了。你是？贫道玄青子，见过施主。玄青子，灵瑶道宗神算灵虚子是你何人？正是家师。没想到眼前这年轻道士竟然是当代神算子。这天下间，要论推演占卜之术，当以道教为最，而道教之中，则以灵瑶道宗为尊。天下神算出灵瑶，一宗只有一人，世代单传。长青是我卦中贵人，我不仅不会伤他，更会一日一卦护其福安。哈哈，那就有劳玄宗主了。施主大可放心。据他所知，灵瑶宗主还从未出过十恶不赦的人，而且神算子一日三卦，求卦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这要是每日跟着长青，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天大的好事。不知道长今日可还有卦数？我要送长青去太虚收取机缘，可测测福祸。正巧还有一卦，福祸无门，为人自照，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是水天虚卦，阴阳倒逆，大凶之卦。道长可看准了？不会错，此卦凶险异常，有血光隐现，必定会死不少人。但上水为泽，寓意符照，胸中有疾。既然如此，长青，随我去取机缘，我倒要看看今日何人能阻我。